嗨，大家好，欢迎来 Chicks and Dudes。今天我们有很多大美女，所以 Let's go。Alright，先我们要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还是做什么工作？如果方便的话。然后你是单身还是不单身？单身的定义是什么？Single or not single？就是有男朋友算单身还是非单身 What's wrong with you？ 有复杂的关系那个。有男朋友不是单身，但是看你们的那个感情是怎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讲。哦，好，我是胖猫咪，然后我是部落客啦，然后我有男朋友，未婚，对。还是你没有要认真，还是他没有要认真跟你那个在一起交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都很认真。所以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是说未婚，就是还未婚，没有结婚。就是目前是男女朋友的。对，男女朋友，但是你们在一起没有结婚。多久了？开始访问，在一起5年。5年了。你们怎么认识的？交友软体。哦，是那个 IG， 圆圈。我也删掉了。现在可能删掉。对啊，我没有在用了。OK，All right， 所以是你跟他先讲话了，然后。同时对对方有好感。OK，interesting。然后是我约他。好。继续。我约他。这一集啊。下一个，我们要分享。OK， 你还没讲完。我讲完了吗？对。讲完了，好，换你。这样我的变很无聊哎。我是 Lily， 然后我是一名歌手，同时也是直男的啦啦队。对，然后我目前单身蛮久了。对。多久了？应该5、6、7年，7年吧。7年哦。对。7年你都在干嘛？有约会，可是没有交往。为什么？没有找到。对，没有找到。自己的男生还是一开始是因为情商，因为我上一任交蛮久，交5年。对，然后原本可能会结婚，后来没有，所以就休息，然后专心忙工作，然后7年就过去了。对。好，我要看哪里呀？我要看哪里？那里吗？对，就是讲。好，就是我是小白，然后我没有男朋友，因为我已婚这样子，然后25岁就结婚，然后现在已经结婚10几年了。然后我的工作是时尚品牌的公关。对。所以你那个离婚多久？哈？你刚刚说哦，我刚刚听成离婚，我刚刚听成离婚，已婚11年。11年。很厉害。11年，对。25岁结婚。11年后你没有约会什么之类的？跟老公约会。刚刚那个是陷阱题吗？你这11年有没有约会？是陷阱吗？刚刚那是陷阱题。我说我一直都在约会啊。你说你结婚？25岁结婚。对。多久？结婚11年。11年。对，我现在离婚？没有离婚，没有离婚。我刚刚是开玩笑说我没有男朋友。对，因为每个结婚的人都没有男朋友啊，或许。你们怎么认识的？哈？有结婚然后有男朋友。可能可以。很多人会这样。有的人会开玩笑说哦我没有男朋友，因为就是可能男朋友还有一个扣打，然后老公有个扣打，但我不会啦。有这个说法。OK。好。OK， 所以你们怎么认识的？其实是在15岁是可以吗？那是不可以吧25岁可以啊。25岁。25。OK， 好，那可以了。对，可以。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Nice。High school sweetheart。是 high school 高中？没有，是大学。25岁是大学。对。OK。好，我是 Win， 然后工作有点像是社群经营跟媒体拍摄那一方面的，然后单身。多久？
多久？我没有算呢，可能也有超过2-3年。3年了，所以2-3年没有约会，有约会，单身就是要约会啊。所以为什么找不到那个男朋友？不知道，没有很合得来的。合得来。没有很 match 的。是有看到喜欢，但是没有 match，还是喜欢就 match 了，就是没有没有喜欢到 match。OK。所以你要跟什么样的男生要 match？认真的，聪明的，认真的、聪明的。大方的，高的，有想法的。好像都符合。多高？大家要知道多高。超过177的。170。对。这个也要笔记吗？OK，so， 但是你如果男生有叫你要约会，你不会看到他是多高，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是先跟他约会？而且你说你说我什么都没看到。你有出去约会很多次啊，所以你没有先决定他们有这个所有的，是你就。通常就是先认识，然后是朋友，然后才会有后面可能他问我要不要约会，所以在他问我之前，我已经看到他的样子了。所以你觉得他不是你的 match， 还是你跟他？约会的过程当中觉得没有 match，觉得这个人没有很认真，都是玩玩的，男生都这样。女生也是这样。没有，女生不是这样。Okay, we come back to that.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采尔的 Rose， 然后工作是一名采耳师，然后目前单身，即将要满5年。那前面的4年都是完全的单身，大家想象的那一种。但是我今年2月开始开放，就是全方位 dating， 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对，这是我现在的状态。4年完全单身，5年。5年。所以这5年你都没有打炮。对，前面4年都没有。这件事情，网络上的人已经好奇过，我是完全开放的。我说对，我整整4年没有做爱。4年了。对，不要怀疑，我都在工作。你那边。这个有可能吗？有可能的，女生是有可能的。对，我是整整4年都没有，完全没有。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我就是真的是这样。4个礼拜都不是 no， 我是真的整整4年，纯单身，完全。有时候我也不会。对，因为我觉得做爱的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取代的方法，而且当你很专心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力量 power 放在工作上。对，它是可以，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你都没有自己帮忙。Of course 有。Okay, so this is okay. 对，只是说跟人的交际，我那4年是完全的单身。对。大家好，我是 Sandra， 然后我目前是一名公务人员。那目前是有男友，但是因为是工作场合上认识的，然后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并没有就是非常的公开。对，但是是彼此之间就是有互相认定是男女朋友这样子。所以那个男生是你们一样的 level 还是他是？但不是直属的。就你先跟他讲你有喜欢他，还是他是？应该是他先表白，算是吧。但一定是因为有互相欣赏，所以才会后续。Okay, interesting. Alright, 我想问，谁想要跟没有女生喜欢的男生在一起？没有女生喜欢的男生。对。谁想要跟没有女生喜欢的男生在一起？我可以。就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男生嘛，对不对？对。然后比较难搞，比较没有那么好相处的男生。哦。我可以。我有时候可以。啊？你说你可以？我是可以的。
And then wine. 是要举手吗？ OK。抢答我吗？单该凭举手，如果单凭可以的话。这一个点，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应该是这不是我在意的点。应该是可以先认识，对，要了解一下，说不定人家讨厌他的点是我喜欢的。所以你没有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喜欢这个人，是为什么我要喜欢他？因为你先。就可能真的先认识之后才会知道吧。你们觉得有可能会有幼稚的男生，没有女生喜欢他？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觉得优是质有的。幼稚稚，我觉得是有哦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文化的就是台湾的风气，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其实的本质是很好的，只是他没有那么擅长的表露自己。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别人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有些难搞的男生，我反而会想要去认识他，因为我想知道他的想法。对，并不是一定是你受欢迎，你才是真的个性好的人，我是这么想的。Hey, 对， grow up. 所以觉得没有这种的幼稚男生吗？你说台湾有没有吗？对，世界都没有。我觉得台湾还是有蛮多的。因为男生变幼稚要很努力，没有很简单。我觉得，所以又到了那边的话，他一定要会有很多女生喜欢他。我觉得那个是男生他自己要去思考的东西。但是每个男生的本身是要找很多女生。你说每个男生本身是想要很多男生？对。是啊，那他就不优质了。对，那个优质是什么？你就有很多钱，很多男生想当你，就是这样，就是变优质的。不是你是就没有找女生，你是优质，不是这样。你看王力宏不是优质的人吗？不是，不是。王力宏是。为什么他王力宏为什么是？他有结婚，他会有别的女生。如果不是幼稚的，他不会这样。还是现在他会有很多女生喜欢他。我觉得是每个人对优质的定义不太一样。优质就是优质，没有不是很多人的世界。你觉得的优质跟我们觉得的优质不一定一样。但是你们不是男生啊？男生觉得的优质。女生跟男生，你们觉得女生跟男生是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你们眼睛在看的是什么？跟我们眼睛在看的是什么不一样？哦，对。所以我们自己男生，如果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知道谁是优质，我们都会对他礼貌。哦，那一种优质。他有很多女生，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是觉得他是比我们都有很多高级，有很多什么什么的，我们就对他礼貌。那你们认定的优质是外在的条件还是内在的条件？是不是太难了这种文？我好像了解了。没有，那个是要看比如说我看他是朋友，然后我要看他的内心还是外心，要看我看他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好的话，可能我不会看内心，我是看外心。但是不熟的话是另外说，所以我的了解是这样。OK， 我就是了解你们都讲的，没有人说我要男生有钱的男生，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没有钱的就不会有女生。有钱不见得会给你花，自己赚比较重要吧。说要大方。然后你会给他钱吗？不会。不会，说他什么会保护你，他什么会在意你、照顾你。他没有钱的话。当然不能就是超穷，就是不能没上班啊。但是如果他不是那种超有钱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有很多还在单身很久，外面有很多男生？如果我们就看你们的 IG， 会有很多人在DM 你们，但是有很多人你们没有回答，因为你们自己觉得这个人没有优质的。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没有回答。女生大部分讲的，他们就是我喜欢这个，他们自己本身心里面不是这样。你们的吸引
跟你们就是在讲我们想要什么不一样。应该说，我觉得有钱的男生某方面来说，真的蛮认真在工作的。所以我们看的并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你有没有很认真在你的工作跟生活上。道理就是这样，不是钱的事情。我觉得不是钱呢，要赚钱。我觉得倒不是建立在金钱上，而是思维要相当吧。对啊，你要对未来有构想，就是不能对你的未来是一片空白。First， 男生看到女生，你们 ，OK，let me ask you this， 我问你们，你们觉得男生需要你们对他们是什么？是钱跟女人的长相。长相，有的人可能会在意这个女生是不是很好控制。我有。我觉得会在意是不是可以让他开心吧。对啊，开心，还有床上合不合吧。 Who says？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能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有成就感，但这个成就感是就自信心吧，就是女方能不能让他觉得有自信，这一点我觉得男生好像还蛮 care 的。我其实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What's wrong with you？ 就是刚刚的问题是，男生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喜欢怎么样的女生？我没有思考过，因为我觉得我很棒，然后喜欢我很棒的，觉得我很棒，喜欢我的男生就会来找我。然后，那如果以我男朋友为例的话，我觉得他好像蛮喜欢，就是我依赖他的感觉，但其实我没有，我心理上没有很依赖他，但是我假装。他会听到，他会听到，就是我很需要他的感觉，然后他有一个照顾小宠物的感觉，让他很有就是可能成就感，或者是他蛮喜欢这个样子。You wanna say something or should I go？ 这是一个 No， 我觉得女生都是在妄想，妄想，对，男生大部分就是99%，99%，大部分喜欢你是安静的，真的哦，你是漂亮的，而且你是没有开放的，没有很多在打炮，就是男生比较在意这个。如果是在那个做爱厉害的，这个没有很重要。有很多女生可以找这个，但是男生大部分不是很喜欢一个男生，他会爱你，但是还是他会想很多女生在那个做爱。So 男生大部分重要的是你是漂亮的、安静的，你是没有开放，没有开双层。就是没有身边很多安静不一定吧。Yep。安静没有，我弟是喜欢很吵的。我去工作，努力找那个很努力，回家我就是需要你安静，不要很吵，不要吵什么之类的。不喜欢吵架，上次在找一个漂亮的，不喜欢吵架那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站在比较父权主义的思想上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女生也是一个在工作上很繁忙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会想要找一个很吵的男生。那大家回家都安静，安静啊。其实是找一个可以相处的人，相处舒服的人吧。但是女生没有要想跟他那个他是，所以男生低他的是低还是高，都喜欢比较比你高的男生，比你优质的男生。女生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我自己个人不是。所以你以前男朋友你比他谁比较高？你高的定义是什么？他说身高，你跟他是比较身高。身高吗？对，你在讲身高吗？对。对，我纯身高吗？我有教过，就是只高我不到10公分的男生。那他在哪里？现在？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小孩了。OK， 你看你跟他分手了。已经分手很久，就是我对身高我有。所以刚之前的就是7年后的那个，你比他谁高？
男生一定都是比我高的啊。比你高。对啊，你跟他谁比较有是用力是什么 ？strong。strong 吗？你比他 strong。对，所以他现在在哪？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已小孩。经跟他分手了。对，所以你看，所以你这就是有部分你比他多的，其实就分手了。所以女生的心理里面就是要找比你大部分高的男生。可是男生的心里面也不会想要找比你还高的女生啊，会是吧？ No， 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也喜欢比我们低的。一样的啊，我们喜对欢高的女生。因为我们是要照顾你，所以如果你都是比较高，都是比较多的，我怎么会照顾你？是你要照顾我，但我不是男生，所以男生的 duty is to 照顾你。所以我怎么会照顾你？我怎么会 control 你？如果你是比我 strong， 比我高，比我，所以其实还蛮互补的啊，一个要找高的，一个要找矮的，一个要找比自己有钱的，一个要找比自己能够照顾的。女生要找比较有钱的、比较高的、比较 strong 的。但男生我们不在意你有钱还是没有钱，我们就是在意是什么，安静、漂亮，and then 我没有这么觉得，我没有这么觉得。还有我要补充他，对，就是我们男生有时候会，我判断的，还有可能说我高兴的那个朋友，都是要跟这个女生要不要会不会听话。听话就是有礼貌，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好控制，男生在意。是礼貌还是听话？礼貌和听话都是重要的。跟听话是差不多。我跟你说不要出去，你就不要出去。不一样。不一样。礼貌就是说，礼貌是礼貌的拒绝，听话是不能拒绝，那不一样。对，就是说，男生跟你说什么，那就是听话。就是说什么。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对，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是你男朋友，我不喜欢你做某个事情，我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你一直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听我的话，对，听话对呀，还是听话。听话就是听话，对，那就很好。所以我们不听话的话，就是没有讨论空间的话，就只是听话。对。所以没有听话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就比较不是这样。对，也不是控制的啦，就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没有讨论，你没有讨论，你叫他不要这样。然后他说我就要这样，那你们有进行一个讨论，才就是对话才叫讨论。你没有接受真正的讨论。No， 你没有接受真正的。但是男生我们会接受讨论的。但你们不一定会改啊。比如说，如果我跟我女朋友有吵架的话，我不喜欢她做某个事情，她一直做，然后我们吵架，我可能要问她说为什么你一直这样做，然后她给我的理由可能。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然后但是他还是做某一样的事情。很多男生不喜欢女朋友穿的太少出门，对不对？那女朋友会说，哎，你就跟你的女朋友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穿这么少出门？你跟她沟通，你为什么一定要穿这么少？然后女生就说，因为我觉得这样漂亮，我开心啊，所以我想穿这么少出门。那你就会不开心了，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就是刚刚拉明讲的，我们是要照顾你们。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出去，然后她穿那么少，我是觉得说，你就不喜欢，你们可以穿的更少。对啊，你们穿内裤啊。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做啊，我们基本上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她是我女朋友，我不喜欢在路上别人看。这个点在就是因为我们是男生，我们知道就是。How dare you！ 我在路上跟我女朋友，她穿那么少，其他男生看到我们的心里就知道这个人会太生手。但这个想法比较偏传统一点，就是你把女生当成你的一个所有物，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她，所以你不喜欢的事情。其实完全，他穿的多穿的少，其实完全对你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伤害，那只是你纯粹不喜欢而已。你企图用你的不喜欢去控制他的行为，那就是控制，那就是传统。Okay. Stop the show. Let's go to a dream world.
我买很贵的车子，知道这个路就是大部分你那个住在这个路，他们会就是拿东西还是坏那个崩掉我的车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停我的那很贵的车子那个地方。如果有弄坏了，是谁的错？弄坏人的错，但是我知道那边是90%会可能会弄坏，我还是停那边，是我的错还是他们的错？那边有合法可以停车吗？对，那边是否合法停车？有合法，合法那就不是你的错。那就是两方自己要各负自己的责任。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但是我的钱啊，是我买的。但是如果你啊，我知道那边是没有安全，我知道了。你已经知道的话，那就是代表你不爱惜你的车子。 Nice. 呀，你应该自己跟一样，你有女朋友，让她穿随便去外面就是一样。但如果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如果女生跟你们说，你们走在路上不准看任何一个女生，你们做得到吗？做不到，这就是沟通的差异。男生跟女生不一样，你们不是说吗？男生跟女生不一样，但是关系之间是要沟通的。是我要照顾你，为什么会照顾你？是你要出门随便穿，别的男生会看我要看的，别的男生在看。那还是他就不要跟你出门，就都在家。给你看。对啊，你可以穿在房间给我看啊，就是这样可以了。Okay, 如果你是跟我一起出门也可以的。如果男生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如果找到适合的 ，Why not？ 呀，对。如果女生同意，我觉得没啥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女生真的对你礼貌，你就跟她说不要这样穿这个，她不会穿。就是她会说哦，我自己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她没有对你礼貌。我想讲一件事，其实我去年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我超想穿，但我老公不让我穿。居然！我去年，然后我就买了一件，然后那件衣服是我特别，就是它已经是我看到时候它已经是过季了，然后我要找到这件衣服其实非常不容易，然后就它要调货，在很远的outlet，然后我买到，但是我先生说不能穿。为什么？因为那件衣服是低手的，然后它是这里有个拉链。很棒啊！可是他就说可以穿，你不要拉下来啊。我想说，可是我买那件，如果我不拉，我买要干嘛？对啊，他就说哦，你可以在家穿给我看，就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对，这样是对的。所以那件衣服就挂在那里。以一般的人来，我还可以能够理解。你好像讲这话有合理吗？因为很多，如果我们就是问100个男生还是1000的男生，99个男生都会跟你说。我不喜欢我女生穿什么随便穿去外面，但是很多男生不会跟你讲这个，因为他会怕你会跟他分手还是吵架。但是如果是我跟你说不要穿这个，你就是穿，我们分手了。你是不是深受其害过？你是不是交在衣服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遇过，因为第一个我并不是常常穿很暴露的，我从来没有男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所以我在想你是不是深受其害？因为你看你跟他们分手了，因为你不怕这个人我跟他分手了，我不怕，但是他怕跟你分手了，所以他不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是这个男生，你怕如果我跟他分手了，我不要跟这个人分手了，他跟你说不要穿这个，你不会穿。我从来没有害怕男生跟我分手过。我知道你还是单身。因为我觉得 no， 我 dating 过很多男生，但是我一直觉得台湾的思想已经慢慢的就是在平等化，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其实互相尊重。我觉得才是未来的趋势，两方关系会来得更好。因为我们的 society， 如果男生说不要穿这个什么什么，你会就是女生大部分会说你是insecure， 为什么不会说？所以男生不会跟你们讲这个了，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开心。但是你们认识我们的时候，不就是因为我们穿少少的时候才喜欢的吗？对，但是我认识的时候，这是个悖论。我要保护你。好，其实我们男生就是我们喜欢，我们就是 we like the best for ourselves. I don't know how to call it. 对，如果我不喜欢，我就不在意。对，专属感，对，他有说。我遇到的男生
生大部分是我在合理的场合穿的好看，跟他们出去，他们都是很 enjoy 这件事情的。他们不会跟你讲，因为他们就要跟你讲你要开心的什么，因为他们就要打啊。我有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在讲我们男生的想法就是这样。我有认识一个男生朋友，他自己跟我讲的，他喜欢他女朋友穿得很好看很露，然后出门，他会喜欢路上的男生都看他女朋友，然后他在后面看那些男生看他女朋友，他觉得pride 就是很自豪这样，他喜欢他女朋友穿得很露在路上给别人看。他会在吗？对，他在不在都可以，但是他如果在的话，他就会想要在后面看他女朋友走在前面，然后看别人有没有在看他。他们还在一起吗？他结婚了。你看那个女生，对，她还是会去穿这样。对，他就喜欢啊。等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看比率啊，就是那个要看每个人不一样。每一排，比如说每个10个男生，或者20或者30，就可能会有一个，哎呀，可能喜欢这样，但是大部分不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不在意这样。我说我们问100个，99会说不喜欢。我男朋友就超讨厌的，他超常念我，就是你穿这么少，你要出去勾引谁？然后我就会说，我勾引你啊。然后如果我觉得我穿好看，我就拍给他看，这样，然后他就会问我说，你是不是要跟男生出去？你要勾引谁？然后我就说，我穿给你看啊，我勾引你啊。这样，可是我有不同的标准，就是以前可能在有人在追的时候，他可能会暗示说他喜欢短头发女生，或者是他喜欢看到女生穿牛仔裤那种，我就会直接之后就不会跟他联络，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在暗示我要成为他喜欢的样子，然后这我是不会接受的。可是如果说是因为是已婚身份，然后如果老公好像会介意我穿太露肉，会有不好的观感的话，我就会比较尊重，因为我觉得结婚跟没结婚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大部分就是，女生很容易改变他们的想法还是喜欢什么，男生很难，就是如果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很难改变喜欢别人。但是女生很容易就是没有喜欢，要喜欢别的。女生常常就想要找什么比较好的，所以你有男朋友找到别的比较好的，你会跟他分手。所以你就是穿那么漂亮出门，你可能会遇到比我好的男生，所以我就是 put myself in a risky situation， 你可能比我分手，所以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protect this relationship， 保护我们的这个关系。所以台湾目前大家都单身啊。你看 ，yeah。对，可是我觉得这不单纯是服装的问题，其实是要学会互相尊重。因为其实有现在的男生，现在的女生没有要找你一定要 take care 我的男生。What a mess！ 所以现在的女生状态是这样子。这个 is ruining the society，because 你看台湾的那个结婚的 rate 就是比较低，对。毁坏哎。对，台湾的结婚比较低，现在台湾的生小孩也是很低，就这个未来不对那个不好，台湾怎么 how do you say it? It's not good for Taiwan. 那你觉得结婚的定义要怎样才可以结婚？我就是跟男生他们都讲，就是自己要努力赚钱，就你可以照顾别的女生会结婚。OK, sure. 如果每个男生都是这种心态，我相信一定是大家会很顺利结婚的。但是现在目前不一定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你觉得这个状态是好的还是不好？我觉得没有好跟不好，自己开心就好。How dare you！ 自己开心就好。平权对，就是说自己开心，自己开心就好。这样。就是我觉得两方的思想是要同步成长的，而不是单方面一定要框架在传统的思想。当然我觉得结婚不是坏事，我觉得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是组成家庭后很开心，但是前提是我觉得两方要互相尊重。那你刚刚讲的点，其实我相信如果是遇到一个互相可以尊重你也喜欢你的女生，她一定会同意你的看法。那同时间她知道你可以 take care 她绝对我觉得大家达成共识了，那就会是很顺利的往结婚的路上发展。但是现在台湾的状态是大家可能还在学习互相尊重跟沟通这个课题，我
我觉得台湾目前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And do you know 现在有很多女生在 depression medication? Do you know depression 是什么？ Do you know what is depression? 忧郁症。Yeah， 有很多女生在 depression medication。女生的本身不是要一单身。年轻的你们大家都会觉得没关系，我就自己开心就好了。但是变老的话，你就会后悔。跟没有人在一起，没有人现在在照顾你，就你一个人，那不是开心的事情。但是现在的状态是很多男生连照顾好自己都有问题啊。对，我讲出重点了。女生会觉得不需要。这个部分是对的，所以说我就是想要跟很多男生，就是大部分讲，就是你是男生，你要先会照顾你自己，很努力赚钱。呀，对，所以问题不一定是围绕在衣服穿多穿少，其实是现在的状态是，可能很多人他都还是处于巨婴的状态，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巨婴，就是说你还在想说可以依靠家人，或是依靠另外一半。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那当然，你说的那个男生应该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赚钱照顾女生。我觉得，如果男生的思想全部都是这样的话，不会有婚姻跟现在的情感状况出现。如果每一个人思想是，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我也可以照顾我爱的人的话，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因为现在男性的状态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赚钱也是很难。呀，所以你们都女生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变高了。所以那就是说你自己要想，因为我们传统所受的教育，男生是赋予就是上一辈财力的那一方。那如果男生他自己不懂得运用，他就是处于巨婴的状态。所以就是这样的状态久了，女生就会觉得你不行，那我来。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子，我们得接受现在的现实状态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感情不会有未来。女生就是照顾男生，就是大部分不会很久。那我不觉得说是要谁照顾谁，因为婚姻是互相照顾的。如果两方没有办法学习尊重跟沟通的话，你有认识一个 relationship 吧？女生在照顾那个男生？我觉得蛮多。我以前有照顾过我男朋友，以前他现在在哪？分手啦。你看，女生就是在照顾你，不会很久。应该，但我跟他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对，那是也是 part of it。没有，是因为他后来比我厉害，不照顾我，所以我很难过。想说他还不好的时候，我照顾他很多，结果就陪着他成长，然后等到他很厉害的时候，他就开始乱想了。但是你自己有钱啊，所以你不要在意他照顾你还是不照顾你。一开始对啊，那个时候没有到很在意，因为会觉得大家互相嘛。我现在喜欢你，你可能还没成功，可是我觉得你是有想法的，所以我照顾你，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你说你跟他分手，因为他已经成功了，没有照顾你。对你所谓的照顾，大概某方面是这样，然后他可能还想去照顾别的女生，对，那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没办法啦。OK，anyone 有要讲这个事情吗？没有，我只是单纯觉得现在的女生，因为就是包含过往，就是我们肩负起要就是照顾家庭的责任，但是同时间因为男生的经济状况不像以前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他可以就是承载整个家庭，所以变成说女生就是现阶段的压力变得很大，就是除了照顾家庭之外，你又要负担那个就是财务方面的一半。那其实但是男生好像感觉大部分都还存在以前的那个世代，就觉得我就是负责赚钱就好。可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办法就是像过往这样子过这么好的经济生活水准啦。那所以就变成说女生在现在就会觉得人间清醒，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又要照顾家庭，我又要负责经济的部分，就是其实有点 overloaded， 我是这样觉得。所以你不是希望找到那个有很多钱的男生，他会所有的事情？没有，我觉得是假设在财务方面大家是平等的话，那我觉得在家务或是照顾家庭的部分，他们也要再多加努力一点。对。我觉得
离婚率就是没有结婚的，就现在比例下降的是没有大家这样子想啦，就是等于现在比较多人没有结婚，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都一样吧。然后因为我们自己朋友就我同龄的，其实我的姐妹团，我们这一团其实也很多人没有结婚。然后我听他们没有结婚的原因，我也觉得都蛮好的，因为他们的考量都是如果结婚了，好像不会比现在过得更好。然后就不会做这个选择。结婚就真的是应该要更好，1+1大于2再结才有意思。因为不然像我从小我爸妈都是吵架吵大的，我也是很希望他们离婚。对啊，我也是觉得结了也是可以离婚，所以我觉得没有说他的终点一定是在结婚，然后结婚好像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其实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的选择，然后都更好更自由。不能同意更多。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前阵子有跟我一群好姐妹出去玩，然后我们甚至觉得说，就算我们都不结婚，然后你刚刚问说老了怎么办，会不会很寂寞？我觉得就一群闺蜜，然后买一块地盖个别墅，大家住在一起，这样然后开开心心也不错。但是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可能10年后我会不一样。打一下那个墙，那个。Okay, so一个男生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对，引起你的注意，做最奇怪的是什么？做最奇怪的，就是他为了引起你的注意，然后做了什么很奇怪的事情。最奇怪的一个。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想了很用力，回想了。没有，是因为我是那个想要引起人家注意、做很怪事的人。所以那你做了什么引起别人注意？我想很多各种很怪事，我都在那边，我不知道我以前在干嘛啦。我超一个什么你讲？可以讲的。我想不到，我就是会做怪事，我就很怪啊。就是比如说在路上假装自己中风之类的，就是我很怪，我真的很怪，我可以引起什么？就是引起人家对我的注意。我很怪，那他有过去？我现在想不到。帮你送医？没有，就是我很喜欢一直不停的吸精上身，然后让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是我想要吸引人家对我的注意，然后他可能就会看见我，但是通常男生都会被我吓跑，这是我实验来的结果。蛮合理的。你又不是交流道。所以这个你有成功吗？你有认识的在一起的男生男人吗？没有，我目前交往的对象都是在正常合理的场合里面聊天认识的。然后我现在这一任，我们在那个第一次见面吃饭的时候，我有尽量的保持正，不要吓到他，因为我那时候对他有高度的好感。对。好想看你怎么表演？对啊，什么表演？中风的样子，你怎么表演？就之类的，就是马上对。你好勇敢，你好厉害。就是我会问说，你会表演戴口罩吃饭吗？之类的，就是我会讲怪话，就是那种。但我觉得很棒，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性格，蛮好笑的。就是我会试着用，可能我以前觉得这样是一个放松气氛的一个场合，因为通常可能2个人见面，男生女生，然后会有一点尴尬，然后男生通常就会那个就很别扭，然后我就会开始一个活化气氛的开场白，然后有时候就会做怪事，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做怪事的人是我。你下辈子可能会当人生。你蛮难的。我的话，我遇过就是之前的男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他来送我，就是送我上班，然后上车的时候，就是他车上有垃圾的味道。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垃圾的味道？他说，因为那个他要倒垃圾，但为了来接我来不及，所以垃圾在后车厢。对，然后我就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是故意的，因为他说他知道如果有一些女生很多人追的话，你要制造一个印象让他印象深刻，
就算是坏印象的话，之后再把它变成好印象，你都会先对这个男生有记忆点。OK， 我们他会都听到了。做行销真的很重要。他会做行销了吧？那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后来去照顾其他女生。对，他后来去照顾其他女生，他真的很聪明。OK， smart dude。我的话想到好像遇到都比较平淡，那可能就会传讯息问你吃饭了没，你午餐传吃了没，晚餐传吃了没，早餐传吃了没，但我就会很生气，因为我就觉得有点做作，因为难道我没认识你之前我就不会吃饭吗？我就会对这种特别反感。我也这么觉得，你就是喜欢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不要传给他很多信息，就是没有他可能我觉得女生会觉得很麻烦，还是很生气，所以我就是跟男生讲，你就不要一直在传信息给女生，你就要变 direct， 然后需要什么就跟他讲这个就好了。我的话，之前有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算很正式的有追我的行动，但是可能他也是像这种就是想要引起注意的。他跟我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是跟他一样，他骗人，他一样。我觉得他真的是骗人，因为阿兹海默，然后他说他要去美国治疗，然后我就想说合理嘛，因为他蛮年轻的嘛，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从美国寄个明信片来我。然后他一开始就不寄，然后后来寄回来的明信片上面也没有邮戳，这样也没有邮票，然后在上面在明信片上面写一个 Boston， 这样就这样。然后而且我跟这个男生就其实也不熟，就是他突然跟我说他得阿兹海默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数年后他都还活着，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应该就是一个点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得了。你让我想到一件事，你也说过吗？我遇过，不是我演，是我遇到一个男生，他是我在成都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因为青年旅馆，然后我们有就是单独出去，但只是去逛个宽窄巷子之类的，然后后来数年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微信聊天，然后那时候他就有一阵子没联络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前阵子就是失忆，然后你怎么了？他说就是什么他爸过世，然后怎样，然后有一段痛苦回忆，然后导致他就是忧郁症太严重，然后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治疗，然后那个治疗就是会贴那个头上贴那些东西，然后然后他就会失忆，然后让他忘记那些痛苦。然后他说他做完了这个治疗，可是呢什么他还是想着你，对，他第一个脑海中浮现的是我，然后他而且最扯的是他说他就是躺在医院。然后病床上要把我画出来，然后他姐问说这是谁，他说他不知道，他就是想要这个人。这是什么偶像剧情？我觉得很像，这是剧本吧？我第一次公开讲这个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不信，我有点不信。好，我觉得我通常会信啦，可是这真的太扯了。我一开始是很感动，可是就是我打电话跟我朋友讲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很瞎，然后我讲完之后我才发现很瞎，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把你画那张传给我看。”然后就好像我看到明信片。对，然后海默症你会信吗？要看交情。你们后来有在一起吗？没有，我因为他就是我已经那是2019年认识的，然后去年聊天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网友状态。然后我觉得很像，他有传给我他画的照片，但我觉得那很像就是临时画。对。OK， 我讲完了，你讲了吗？差不多。我觉得大家都很精彩，我没有太多太戏剧化的东西，但我有遇过一个前男友，就是我们分手了已经若干年之后，他一直不断的来加我 IG， 然后我就一直把他 unfollow， 然后呢 unfollow 到第3次的时候，我就传讯给他，我说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我说我们两个不是朋友。他说哦，我是不小心滑倒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骗人。然后我就说那请你不要再继续滑倒了。什么东西？用 IG 引起注意。 OK。
我可能也是属于我可能个性比较看起来比较严肃啊，所以好像还好，不会有太多奇怪的事情。但是，顶多就只有遇到过，就是有男生就是很喜欢在就是各个照片，脸书或是 IG 下照片，然后会写说就是直呼就是什么 honey 或什么什么什么，但其实你跟他就只是朋友关系而已，但是就直接忽略，就也没有造成我太大的困扰了，就忽略他而已。对。你有没有要回答？我以为你要分享。分享什么故事？对啊，你要分享什么怪女生？有没有遇过？没有。我有吗？他在问你哦。癫痫的也可以哦。我的话好像没有，看他差不多，我没有微笑，人家会觉得我很凶。对，所以，没有吧？好像没有。你问他，他有没有？你有没有？我吗？那没有很奇怪的事情，尤其是他是我同学，我就是有一点知道他喜欢我，但是不是没有很明显，他就是问我朋友，他就是传讯息给我朋友说，那边有女朋友吗？他说为什么你在问？他说因为我有我的朋友，他喜欢他。说我要照顾我朋友，说要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很奇怪。如果你要问我，就是问我，说我朋友就是传那个给我看，所以我说我没有认识过他的朋友 ，I didn't recognize anyone， 说为什么他要说别的朋友的事情，所以就是问他，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就是我自己要问的，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说，所以我就是说我的朋友。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奇怪的，其他的没有。觉得大部分女生不会这样，就是大部分是男生会做很多奇怪的事情。那你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想要吸引女生吗？我吗？我不会吧。好像以前旧的是有一种是讲话要靠在墙壁上，你懂吗？油的是油的，不是怪的。我不会，我就如果喜欢你，我就会马上跟你知道我喜欢你。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会跟你讲。你自带光芒，不需要做奇怪的事。不需要。对，你看自带光芒的人就是不一样。不需要。Okay, so Omar, next question.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大家都有那个交往过嘛，就是你那个对一段感情那个以前的感觉，你学到的教训就是什么？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学的。从感情里面学。会觉得，假设他其实早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展示出对你的一点，就是管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就是有一点控制的话，就要及早喊停，不要等到就是想说忍耐一下，或是觉得这是爱的表现，然后但是到最后可能分手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就是对方可能会没办法好好的分手，然后对双方都会造成一些后续的创伤跟影响。那个是不是不听话？不听话，不听话，不乖，会乖。不听话，不乖。OK。我觉得学到的一个最大的教训，我觉得就是说，无论一个女生你赚多赚少，你一定要经济独立，因为当你经济独立的时候，你才会思想独立。我觉得比较是这一块，你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你在还没有这个有男生可以跟你共组家庭前，我觉得你要有自己谋生跟生存的基本能力。但是我觉得多跟少就是每个人能力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男生没有在意这个。如果男生他不在意这个的话，那就是看他们两个个性合不合，相不相爱嘛。但是你不可能说大学毕业后你啥都不做，躺着说等男生来养我吧。男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生。会。你会吗？然后你喜欢？
对，我就你不打扰我，你是漂亮的，你没有就是。但是通常这种属性的女生绝对马上摇头。这种属性的人绝对会打扰你，因为他们很需要情绪价值，他们无聊，他们需要情绪价值。所以我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你不用到很多钱，可是你要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除了是滋养自己的思想之外，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会上会比较健康一点点。我的话是有一点相似，就是我觉得从之前的感情，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你可以自己全权决定所有你自己的事情，就算对方有什么意见，那就只能是沟通，大家应该是就是彼此尊重的，这样的关系才能就是走得长久。那如果你们的沟通当中，所有你愿意妥协或者是愿意配合的地方，那就是你想清楚，你知道你愿意而去做的，不要就是做了然后又怨对方怎么这样，然后没有拿到回报啊等等，这样就是所有事情你都应该要好好有你自己的想法，想清楚，不是只是听别人讲。大概是这样。我从以前学到的经验是，就是要先爱自己，就是因为男生其实不会喜欢女生太依赖他或太黏他。然后我发现就是可能以前在谈感情上比较会以对方为重，就恋爱脑。可是现在就是会觉得，当你先 focus 在自己开不开心，然后这件事情上面之后的感情都蛮成功的。对，先爱自己之后。再把那个多的爱给他，然后他也会很爱你，因为男生好像不喜欢女生太黏。Yes， 对。他说 yes， 那是不是很矛盾？又不能太黏，又要躺在家，在家里各自做各自的。都可以啊，你都会啊。所以是不是要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对，一定要，不要太过分。你说了，我就是同意。不要太过分就好。不是说要到很多钱，但是有事做。就是有事做。女生赚很多钱。会变难找男生，因为你的需要的程度会变高。如果有100个男生，你就赚很多钱，你可能会有2个男生你要选择，会变小。你要选的是什么？我不觉得耶，因为当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你上面遇到的都是更有钱的。我不会想跟比我有钱的女生在一起，好吗？他要。我觉得不是钱，是 trust。No， 他忍不住了。No， 要看，比如说我有这个女生是我的老婆，我是女朋友，她钱比我多，要看，我看她，比如说她要听我的话吗？她不会。不是。她要尊重我吗？他会啊，对啊，因为我们男生比较喜欢尊重，就是也不会，也不会。你加入好。我觉得是 respect， 不是钱，不是那个。如果你有 partner， 对不对？掌握的。我穷人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 partner， 你有钱，你钱比他高，他钱比他高没关系。有关系。对，没有关系，是 trust， 不知道 trust 怎么说。那个 trust。如果我相信你 ，right， 没关系啊。我觉得我是男生，你是我的女朋友。那你不是男生，他是男生。这个是你的 dream， 这个很重要，我会帮你。因为你是我的 girl。对，我觉得没关系。如果你有种就觉得 ，that doesn't，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但是 that doesn't make me a less man. I'm still a man. It does. I'm still confident. 我 still now I'm confident. Yeah, I'm still okay. 如果你有钱没关系，但是我是 man. I'm man in the house. 如果你有很多就 I don't care. What? It's not like I don't respect. What I mean is okay. 我觉得没关系啊。Yeah, because money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我觉得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relationship. That's what you think? Yeah. If you're outside, 如果你在外面，我知道男生不一样，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在外面，你可以做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没关系，你知道吗？但是里面我是 man, I'm the man in the house, right? You're the woman. I will treat you right, you treat me right. 如果你说你不喜欢这个，我知道 OK， 你不喜欢。I respect you. 我也说我不喜欢这个，你。This is a boundary. Yeah. For me, that 这样子，不是真的。It's like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 that's how like. What a mess. Yeah, my relationship 这样子。我知道我不喜欢，我不喜。不是说只有一个男生会这样。对，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女生。我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我的
我们9个人里面有 deal breaker，you do it， 我不喜欢，我知道 ，like 每个人都有 deal breaker， 但是女生也一样，我觉得是 both side， 你知道是一样吗？你是我的partner， 你说哦，你这个是你的 deal breaker， 你不喜欢这个，你不喜欢这样子 ，I have to listen to that，although I will not do it， 不是吗？不是女生，我也一样。如果说这个是我 deal breaker，deal breaker 是如果 you do it we break up， 你知道吗 ？Right？ 如果说这样子很重要，我不喜欢。我觉得 whether you're a man or I'm a boy, you're a boy, I'm a man，you have to respect that。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的那个 partner， 这个是我这样子，但是男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不要是 OK 好，我们下次会有 another episode 讲这个，我跟你自己讨论这个。女生不 Let's talk to them 那个男生不一样，你跟他们聊天，但是男生不一样，女生也一样。对。Kimo 他讲的没错，但是看男生我们的角度来讲，他讲的频率太少了。OK。男生大部分的男生不会这样想。OK。就是跟他讲的，就是要看频率的话，有这种男生的想法就是很少。我不知道你们。我同意很少，但是我相信2位都很 strong， 但是你们觉得现在的男生 strong 吗？现在的男生 strong 吗？你是不是看过很多剧？有很多 weak 的男生。超多的。所以其实我刚刚讲到说，男女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不一定是谁要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会 respect 跟 communicate，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对吧？但是因为这个很多 weak 的男生，现在单身的就是很多，越来越多。对。因为女生的本身就是喜欢要照顾你的男生，所以如果很多男生就是这样。所以看很多女生都是单身。对啊，所以我倒是不觉得需要去责怪男生，而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的男女生都是需要一起成长，倒不一定说是谁很爱钱或是谁很弱，就是说我觉得健康的关系是2个人一起知道我们哪里不足，然后我们在一起相爱，但是我们一起成长。我觉得是钱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对啊。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I have a question. You have 10 minutes? Less than 10 minutes? 5 minutes? OK， 你之前的关心，你有做怎么做的，让你们分手的？没有。没有。Girls don't take responsibility. 有，我可以承认啊，我曾经就是在当时还年轻，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还在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像现在这么好的状态下，随口说我们分手吧，就其实只是一个闹脾气而已，结果男生真的就好直接分手，就这样。就是你做怎么做的？我们没有做错，我们就只是有一些沟通上不良。我们各自没有做出什么事，只是在有人做错的部分。可能就是他在我，但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可能平常的相处，然后他在错的时间打给我，然后我觉得我在睡觉，我被打起来。然后我当时的状态不太好，所以我就说你不要打给我，我们分手。就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行为是不太好的，因为当时的我是的确是身心状态没有那么好的状态，因为还很年轻，我还在学习控制我的自己的身心灵状态。但是你说回头想的话，我觉得那一个步骤，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你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情绪去随便讲出这句话，然后其实男生当下也一定是受伤的。对，我相信我当时也伤害了他，但我真实其实情绪背后想要表达的是，我现在很阿杂，你不要烦我。但是我可能随口讲出这句话，我觉得当下可能也伤害他了。我觉得这是我就是曾经犯过一个错误，然后我觉得我不会再犯了。对。那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没有跟我都是男朋友跟我分手的，不是我提分手的。一定会有错的部分。我觉得我没有啊。我是比如说，像我的其中一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的原因是，他觉得他跟我说，他觉得他还没有玩够，他还想要当 playboy， 然后他想要 try 就是别的女朋友或者是 one night stand， 就是 whatever， 就是他还想要
玩这样。那我就觉得我们讨论之后，我们有讨论哦，讨论之后我就觉得哦，那我不能接受，那好吧，那我们就只能分开。而且还很和平。对，很和平分开。然后我还有跟他当朋友，也还会见面。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结婚，然后也刚生小孩了。对。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误。我有可以分享的。好来。哦，就是我觉得可以承上题。上一题是成长嘛？成长跟错误，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一任男朋友真的很好，他真的跟我太合了。然后我觉得跟人真的是互相。我以前有严重的情绪勒索倾向，就是可能也跟原生家庭有关，就是我会对另一半进行大量然后用力的情绪勒索，让对方很痛苦。可是我在当下是没有自觉，我当下只会觉得说我现在情绪不好，然后就是你们就是要来 take care 我的情绪，然后我比较少去顾虑到对方。然后呢，我现在跟现在这人在一起之后，我才回去慢慢回想我以前是怎么样子，然后也有就是一些成长跟历练。然后我有一次，我就 What's wrong with you？ 脑袋打到，我打给之前的某一任，然后我想要跟他说，我觉得我最近人生有点体悟，然后我回想之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你很痛苦，就是我过了好几年，我才回想说。我是不是让我前几任男朋友很痛苦？然后道歉，对我去道歉，我就是打给他，然后跟他说，我现在跟你 update 我的近况，然后还有现在状况，然后你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觉得我有没有成长？然后我就讲完了一切，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有成长，就是有一种见证。witness 的感觉，然后我就跟他道歉，我说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定让你很痛苦很难受，所以你才会跟我提分手。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感受到了，然后我也有自己在往前走，这样子，对。Okay. 有人有什么要讲吗？先。我觉得后来在想说以前的感情里面是不是哪边做错了，我觉得结论就是选错人。对，选错人，因为都是可能太年轻的交往都没有办法很专一吧，所以结束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对方劈腿啊，或者是发现同时跟别人暧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检讨我做错的地方，应该是选错人，我应该没有做错什么部分，因为他见证我每一段感情。对，他就是选错人，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检讨的吧？对，他是检讨眼睛。对。That's interesting. Okay. 我的话，我觉得如果要说就是之前的错误，或是有学到什么，应该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安全感。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争吵可能都是来自于对彼此的不信任或是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自己有给自己安全感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会省去很多麻烦。那你觉得现在的状况以台湾来说的话，男生应该从什么方面去让自己更 strong？ 就是男生就是他们自己要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是你是要变那个大男人，所以你要自己努力，你要做什么要很努力，因为现在大部分女生他们的expectation 就是很高，所以你要找女生，你真的喜欢的女生，你一定要有 high level， 你要自己努力，不一定你要很多钱，但是你自己的生活要变好，所以这样你会找到你喜欢的女生，不然，我觉得女生的本身就是想要更好的男生，比较更好的男生，所以你要找女生，什么样的女生是你自己要先变更好。你才能会找你想要的什么。对。那你刚刚说，就是你觉得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前面你又说要很多钱。OK， 那个需要有钱。需要有钱，但是不要很多钱。那你觉得台湾的女生会很着重在真的只有要很有钱吗？因为很多人不会讲这个，你就是就会说觉得说需要男生有钱，大家都会觉得你是gold digger， 所以很多人不会讲这个，但是有钱很重要。现在世界，那么我们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很贵，
你要去玩，你要看医生，你要做什么都是很贵。所以如果你钱的不够，你自己的生活，你怎么会保护别人？因为你们住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很好。对，这个事情都是很重要。你要变好的生活，你自己要先努力很好，然后会照顾别人。那你觉得现在的男生过35岁，如果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的话，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男生会到40岁还是 OK 的，但是女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女生就18岁开始，你要开始想这个事情，因为女生35岁，你的 time clock 就开始了，所以你就有很少的机会会有生小孩子。我们没有新鲜的大人。对，这男生这个是本身的事情，如果是我不想生小孩，但是是本身的事情，我就不会跟很老的女生在一起。所以男生可以变40岁、15岁，就是还是 OK 的，但是女生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你们都要赶快找你要喜欢的什么。所以你觉得以你站在男生的视角，男生挑选女生是以他可不可以生育为主吗？ I don't understand that. 你说生小孩的？对，你们挑选女生是以她的年纪可不可以生育顺利生小孩为主吗？是，没错。你们有现在的很贵的生活，会有很多男生他们会说我不想生小孩，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没准备照顾小孩。但是就是本身的事情，就是看到你的本身会说哦。这个是他现在会生小孩还是不会生小孩 ？OK， 那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多男生他到了35岁到50岁很有钱，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找年轻的女生生小孩。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想，还是他不想？我问你们啊，因为你们是男生嘛。哦 ，OK， 他不想。这个很少男生会这样，很少。我遇到很多呢。没有遇到很多。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我想问一个问题，台湾的那个生育生小孩，对，生育率很低，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如果女生有找到男生有钱可以照顾她，为什么不生小孩？我觉得是因为男生也有可能不想生啊。就是我听起来问题好像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生，就是男生要努力赚钱这件事情是一个 issue， 但我觉得台湾的状态感觉好像是因为钱总是会有人赚的，一定会有钱的人，而是没有就是想要对感情认真负责的人越来越少吧。那所以就会有许多人就不想要有承担小孩的责任，然后不想要进入一段很认真或者很负责的感情，或者是不想要婚姻，他就只想要一段就是have fun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为什么会就是下降的原因。女生男生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为主那个技术，我们自己的 gene， 所以我觉得有男生就是觉得我不想生小孩，你的头脑里面可能会有一点有问题，因为本身真的，因为人的本身就是技术你的自己，所以你爸爸妈妈很努力，有生你要记住他们的 gene， 所以你不想记住这个 gene， 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想当小孩。What a mess！ 这是很多但是我们台湾女生很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是可能连男生自己都想当小孩的。所以我们才会是现在我们这种状态。OK，anyway， 我现在没有时间，所以我们要停这里。如果你要看更多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所有的大美女的IG 会在影片下面，去找他们。OK。谢谢。